大战在即，为严肃军纪，整肃战区秩序，对反感于为非作歹、趁火打劫、发国难财、祸害民众之军中败类处以极刑，卯时执行枪决。大梁警备司令萧毅。广场杀人，萧毅这出戏唱过头了吧？总督，我已经派人去了，叫他收场。场子既然开了，不让他把戏唱完，他未必干。这他不敢。哼，他有什么不敢的？西安事变，他一口气拿下了随同委座的20个军政大员，知道吗？我也在其中。警备司令部，师座，21集团军司令部电话。知道了。我是萧毅。我是韩东山。听出来了，韩总司令。那就好。能给俺老韩解释解释广场是怎么回事吗？您就等着看明天的报纸吧。别跟我玩玄虚，老子才知道，跪在广场的大部分都是俺们21集团军的人。可在我眼里，他们是中国军人的败类。我这么做，也算是替你韩总司令清理门户了。小小的少将师长，敢对老子无礼！老大，警备司令部这帮孙子王八蛋，他们上上下下的口径都他娘的是一样的，说被处决的这些人在大梁是为非作歹，发国难财，强占民宅，奸污妇女，焚烧商场，作恶多端，不服管教，还说弄得市民们叫苦连天，无法生存，是为了整肃现实秩序才处决他们的。放他奶奶个屁！他这是拿着俺老韩的人头出风头，这条西北狼，老子早点收拾他！萧将军，陆源会战一触即发，将军此时是在大梁城内宣判中国军人的死刑，请问将军用意何在？警示。警示战区内所有的中国军人和那些不思抵抗强寇，却以扰民为能事的败兵溃将，整肃战区战时秩序。萧将军，萧将军，我是《西京时报》的记者柳芊芊，请问你这样的做法有没有顾及到法律的存在？战争突然爆发，国家法度已乱。对那些发国难财的不法之徒，唯有采取极端手段。景斋，反过来看，让萧毅唱完这出戏，未必不是件好事。秦总座明示。自卢沟桥开战以来，由北往南，各个战区秩序混乱。萧毅敢出这个风头，多少可以震慑那些不思抵抗的败军，也让我们的战区成为同日寇决战的模范战区。那背着派人再去传令？不是传令，是要参与。陈副官，好，以战区名义参与监斩，严惩军界败类，以壮军威。是。将军也曾提到过攘外必先安内，请将军解释一下，你今天这个做法是否同安内有关？将军所谈的安内，同委员长提出这个国策在意义上有没有不同？
能问出这样的问题，可见来头不小。是的，将军，鄙人在中央通讯社供职。好，我满足你。一个领袖的话，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。但我对委员长提出的这句话，不敢苟同。他所提出的安内是排除异己，而我提出的是安抚民众，抑制黑恶，协调出最高涨的抗日热情。丁真，萧毅的陕军是被你收编，并让他兼任大梁警备司令部的吧？是的，靖在的集团军中，就是缺少像他这样的骁勇善战的猛将。你看得很准呐。萧毅是员骁将，但也是一把两面都开着刃的剑呐。用得好可以降魔除妖，用得不好也会伤了自己。陆源会战，我们需要他。用这样的人，就像是在操控一只皮球，你拍得越重，他就会窜得越高。但是我们又不能让他总停在高处上出风头，高处不胜寒嘛。时间到了，还是要让他落下来，落到最低处。萧将军的这次行动，能不能对已经十分被动的战局起到一个石破天惊的作用呢？国难当头，不做出一些石破天惊的举动，不足以刺激这个软弱的政府和军纪涣散的军队。将军身为党国军人，对政府发表如此言论，我们是否该如实报道？如同我执法一样，你们尽管大胆而为。走，我们去省长。走。执行。等等，子弹留着打日本人，用刺刀。韩三修，21集团军7团团副，抢占民宅，奸污妇女，罪大恶极，处以极刑，验明正身，立即执行。是将军，有命！耿不贵，职务军需官，抢劫焚烧商铺，打伤店主，罪不可赦。你讲了一路消息，极刑，不如这个消息更生动。这种场面也就我萧大哥能铺排得出来，难得一见啊。马占奎，职务营长，率部抢劫粮食，实属不赦，处以极刑，验明正身，立即执行。谁晓得？你可以把老子开膛破肚，可老子死也不服，不服！你服不服不关我的事，我关心的是处死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败类，让民众看到我堂堂民国还有王法，泱泱中华还有希望。萧毅，你这话老子服，可也不服。让你死个明白！抢劫民财，奸淫民妇，该杀！可有许多弟兄，只是因为抢了口吃的，你就要处死他们，不服！从老百姓口中抢粮食，还不该杀吗？哼！你红口白牙说的轻巧，谁想都让你们这些当官的给私吞了。你们整天酒足饭饱，想着清福，可前线的弟兄们是饿着肚子在捅鬼子作战的。
没有子弹，弟兄们可以用大刀；没有军饷，没有粮食，许多弟兄饿得连枪都端不动了，不争口吃的喂饱自己，怎么打鬼子？萧司令，本人奉战区翁长官的命令前来监刑。还知道谁是大梁的警备司令吗？当然是你萧毅萧司令。知道就好。回去转告翁长官，城市治安、战时秩序由我负责，不需劳驾。萧司令，翁长官向来严法治军，为此，对大梁城此次严惩军界败类、以壮战区军威的行动十分关注和赞赏，特令兄弟前来监刑助阵。至于萧司令的这个说法，陈某恐怕难以复命。那就接着往下看。萧毅向来排斥我们这种身份的人，你有把握让他信任我们吗？那当然，他信任我就像信任我父亲。把他放开。叫什么？马占奎。下边这些人是个步兵连，我把他交给你。编制是我49师敢死队。如果你还承认自己是个中国军人，承认自己是条汉子，就到战场上同鬼子决死。萧司令，记住，你现在不是21集团军的人，而是我萧毅的带兵长官，同时也是罪人。敢死而未死，可活；怯阵怕死，罪加一等，必死。萧司令，难道翁长官的命令你没有听明白吗？父老乡亲们，下面跪着的这些人是对你们犯下过罪孽的罪人，可现在国难当头，我萧毅决定让他们到战场上去偿还，戴罪立功，让他们像真正的中国军人那样，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保卫你们。好。弟兄们，戴罪立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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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芊芊，你怎么来大梁了？追踪你啊！女记者的身份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我想做你的兵。还有，这是我的同事沈晨。细皮嫩肉的，笔在你们手里是枪，枪到了你们手里边就变成烧火棍了，无法安置。我也不愿意耽误你们的前程。那可不一定，现在的战争未必全是枪管用，还要有文化、有智慧。再说了，我们都有专长。还挺有道理。你有什么专长？我们受过电讯方面的专门训练。电讯？你信不过别人，还信不过我吗？也好，战区给我配了2部电台，
找参谋长报道吧，他会安置你们。是，师座大哥。走。等等，还有事儿吗？西安那边怎么样？全倒霉了，事变一完，关押的关押，软禁的软禁，调走的调走。还好你率了警备旅上了冲条山，和日本人打上了。令尊大人呢？也查了，还好没查出同张将军和杨主任有太多的牵扯，还是中将参议员，调国防部了。对你父亲的安排。等于是换个地方软禁，谁说不是呢？我要提醒你们，我的部队马上要开赴前线同鬼子开战，会非常残酷。现在要退出还来得及，一旦穿上我49师的军装，再退。可就是逃兵了。是。昨天还称他是个骁将，今天就骂人家混蛋，没这个道理吧？总座，萧毅方位失踪，我集团无法掌握日军主力动向，如何全面展开？依我看，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他把自己当成诱饵，以局部的牺牲，为你和韩东山的部队创造战机。参谋，如果我们再不增援，集团军主力再不跟进的话，382团可就完了。既然是诱饵，就让鱼咬牢了。
那可是1000多弟兄，一个团的兵力啊！你见过哪个钓手钓上鱼来不损失饵的？那边上武这回可就惨了。师里的作战意图很清楚，中村是条老狐狸。虽说他入华作战以来从没有吃过亏，但他仍然不会放弃遇弱则强、遇强示弱的战法。过早暴露集团军主力位置，就等于暴露了战略意图，就很难实现战区整建制歼灭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役目的。徐参谋，到，电告边上武，让他沉住气，一定要准确判断中村师团的具体方位。参总，从凌晨开始，我们的有线电话就同382团联系不上了，无线电还在实行静默。为什么不恢复？已经检查了很长时间，估计是382团那边断。参总，382团接通了。我是李九鼎。参总，我团受到敌军猛烈攻击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什么？把情况说清楚。前面一定有个大家伙，我的3营全部死在日军的榴弹炮之下。师座，边上我的382团遭遇日军150榴弹炮的袭击，我们要不要支援？告诉边上武，稳住阵脚，死死粘住敌人。是。师座命令，稳住阵脚，粘牢敌人。是。你们都过来。边上武一定是遭遇了中村师团部。中村中将，日本帝国陆军大学炮兵科毕业，信仰阿普恩，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炮兵专家。他的日式150榴弹炮连队每次作战必紧随其师团部，看来他是对边上武动了真格的。参谋长，到，解除无线电静默，电告战区和集团军刘总司令，我部遭遇中村师团部，正在全力攻击，请友邻部队和集团军主力展开合围，消灭中村师团。是。外面到，这381团迅速进入边上武阵地，对正面的鬼子进行强攻。是。郝德忠，有。一部从刘庄移回到中村师团侧翼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一定要粘住鬼子。是。那什么？到。报告吧。到。集合卫队，跟我来。是。49师已完成吸引中村师团之诱敌任务，请翁上将将其中村师团合围并全歼。49师师长萧毅。参总，这封电报对我们战区和集团军来说，将是一个莫大的惊喜。听着，这部电台你们负责，要密切注意集团军及友邻部队的电讯联络，随时向我报告，如有疏忽，军法从事。是。司令，委员长急电。总座，好消息啊！好。好，太好了，战役目的奏效。电告委员长，我战区必将全歼中村师团，特此告慰。景寨兄啊，中村七人侵华之首恶，委员长之深恶痛绝。我战区将再创作一个神话，这个神话就是中国军队将要在战场上消灭日军精锐部队中村师团。全凭总座指挥有方，我作战部队将全力以赴，绝不辜负总座和委员长的厚望。电告萧毅，对他此次战役先行口头嘉奖，让他务必缠住中村师团，主力会迅速合围。再加上一句：如辱使命，军法从事。加速，快！加速！这回咱们露脸的机会来了。走。
哎呀，安总，这我可是亲眼看着了啊！这什么好事都往你头上砸呀！啊，滇上武的382团汤雷有功，可惜被炸残了。哎，安总，这要是咱们冲上去，把中村那老鬼子给逮住，咱可就立了大功了。是，咱们一团啊是师座的心头肉，哪次硬仗不是咱们打？是啊。师座，你坐镇师部吧，我们一团上，保证啊给中村点颜色看看。少废话，让你的部队加速前进。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？每次打硬仗不都是师长亲自指挥？2营也损失严重。老兵，把那382撤下，让我们8腰上了。凭什么？我是看见382打残了，像我一样落个终身残疾。放你娘的屁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把老子当杂牌，当他妈操狼的孩子了？作战计划是师座定的，你说谁捣狼？你少他妈挑！师座是你这套，老子可不是你这套！你别再说一遍！我他妈的！跑什么跑？你们2个加起来也不是中村的对手，还敢单打独斗？敌强我弱，只有不惜任何代价，轮番进攻，私自粘住中村，那集残营的何为时间？我命令3个团同时进攻！是。怎么会这样？韩东山擅自弃守防线，马上交给师座。有缺陷，你错了。这封电报恰恰不能送。你怎么敢扣发这封电报？这可事关整个49师全体官兵的生死。芊芊，回来！你好糊涂！消灭中村，战区翁长官志在必得，蒋委员长志在必得。这封电报如果交到师座手里，意味着什么？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判断就是对的？我有权利扣发一切不利于翁长官意志的电报。我看你的权利是草菅人命吧。这事我说了算。别忘了，你得服从我的命令。沈晨，我答应帮你混进49师，可并没有答应帮你害人。这封电报必须要马上交给师座。放手！陆芊芊。参座，你看，韩东山直接电告我师，他损失惨重，已经撤离防线。赶快回到岗位上，密切注意战区所有往来电报，每个细节必须向我报告。是。我是参谋长李九鼎，我要和师座通话。韩东山擅自弃守防线，王八蛋！这老狐狸怕死鬼！我要向战区控告他，向委员长控告他。部参谋到。电令校议，让49师迅速脱离战场，向我集团主力靠拢。司令，有说明原因吗？少啰嗦，让他执行。是。团长，不请请示，竟敢让萧毅撤出战场，混蛋！战局发生变化，理应迅速调整部署。我是集团军司令，我想这应该是我最起码的常识和权利吧。你没这个权利，这个时候，甚至于连我也无权下令让萧毅撤出战斗。总座，现在韩东山跑了，萧毅腹背受敌，我集团其他主力部队都措手不及啊！再迟一步，萧毅就要被日本人吃掉了。那就让他杀身成仁，成为我们战区同日后日月奋战的楷模。干了比汉奸还可恶的事！师座，我们应该迅速收缩脱离战场，向集团主力靠拢。下令吧，再不下令就晚了。面对中村师团，我们已经处在危局。全力攻击中村，
你认为这是一份电令吗？这分明是一把刀，逼着萧绎和全师弟兄们往绝路上走。你说，对于这样的电令，你行不行使扣发的权利？柳芊芊，你太放肆，太漠无使命。你的使命是居心叵测。我们既然进了49师，为了战区，为了大局，居心叵测有什么不应该吗？你先看看这个。切记对49师官兵封锁寒冬山溃退的所有电文。战区翁长官电令。对，这是翁长官亲自发给我的，也是发给我们的，这才是我们在49师所要执行的命令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拿陕军万余官兵去做炮灰？为什么不是你我所要问的问题？执行命令。师佐，我拟定以381、382团各一部，从日军侧面实施强攻，造成我军力战不退的假象。383团也用少部兵力侧攻日军，造成合围之势。待师部脱离战场后，各团各自为战，也迅速脱离战场。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？日军作战机动性极强，各团负责阻击的部队，恐怕是撤不下来了。师佐，赶快决断吧，再晚了损失更大。中村不是傻子，很快会觉察出我们的意图。报告，集团军刘总司令急电。什么？全力攻击！混蛋！错引了电门，我毙了你！参佐，如果抄错一个字，我甘愿受军法处置。你滚出去！寒冬山已经溃逃，所有国军部队都已撤退，战局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国军合围日军，而是被日军合围，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。师佐，我们被出卖了。继续攻击是绝路一条，我们会死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，脱离战场也是绝路。会死在自己的军阀之下。既然都是绝路，就看我们怎么抉择了。我命令，不惜全军覆没，也要拼掉中村师团部，用我们陕军万余子弟的血肉，创造一次中华民族的军威。执行。我们没这个权利，没这个让万余将士送死的权利。师座，执行。师座，你以军法严明著称，作为参谋长，我应该执行。但在这件事情上，就定抗命，愿以身试法。执行我的一道命令。是。带几个伤兵，把日军俘虏押回集团军司令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去？因为你会日语，
路上方便。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你说过，穿上4、9师的军装，再离开的话就是逃兵。服从我的命令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下这道命令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是要跟鬼子决一死战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去哪儿，我都跟着你。芊芊，这不是一个女孩子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听我的话，回到你父亲身边去，把这把枪还给他，告诉他，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大哥，可你别忘了，父亲赠枪给你，不是让你去送死，而是让你面对希望。你没有辜负他，你上了中条山，成了抗日将领，已经完成了他的心愿。他如果知道我跟着你，一定也会很欣慰的。好了，我现在以49师师长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离开战场。不错，你是有这样的权利，但是，请你也别忽视了我的权利。你在我面前能有什么权利？就有。自从我12岁，在西安第一次见到你，自从我在大梁随你从了军，我就有了爱你、跟你去死的权利。而这个权利，根植在我心中多年了，不是哪个上司、哪道命令就能随便剥夺的。芊芊，这里是战场。本来我是不想说的，可是我怕不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刘芊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可是擅离职守。将士们都上去拼命了，连伤兵也不例外。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你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？当然，你如果怕死的话，你就尽管待在这里，我不想监督你什么。站住！我是不是怕死，你以后会明白。芊芊，因为你的关系，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接近萧毅，掌握了这支部队的动向。你功不可没。可萧毅是个军人，是上峰有令，他必须战死沙场，为党国争光。你我也同样，必须恪尽职守，为组织争光，同时成全萧毅。所以，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，看萧毅送死。我做不到，我唯一的选择是跟他一起去死。刘芊芊，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你对组织隐瞒了你的真正目的。你来49师是为了萧毅，我没说错吧？我承认，我爱萧毅。你怎么能把情感这种东西凌驾于使命之上呢？你太辜负组织对你的培养和信任了。我不知道你把情感看成什么样的东西，对同胞、对同事，还有对家人。沈晨，让几千个生命白白去送死，而且死得那么惨，你说，下这道命令的人，他还有人性吗？你和我在中间推波助澜，我们还有人性吗？师座，师座，环斌奉命报道。前面情况怎么样？我和老编的2个团轮番进攻，粘住中村没有问题。师座，集团主力什么时候上来？王文斌，我决定，全师今天黄昏向中村师团部发起总攻击，正面进攻，由你亲自指挥。是。师座，那你的攻击
一定会吸引中村的注意。我率敢死队从侧面进攻，攻其不备。待我进入鬼子的炮兵阵地后，你和参谋长率一团秘密脱离战场，向集团军方向转移。师座，你让我临阵脱逃？不是让你临阵脱逃，是要让你为49师留点抗战的种子。师座，一团是主力，一旦脱离战场，会给攻入敌阵的部队留下什么后果？你考虑过没有？外面，还轮不到你教我怎么打仗。师座，黄团长，你先别着急。什么？韩东山跑了？他这不是把陆源会战给出卖了吗？黄团长，陆源会战已经战败，战区出于某种考虑，逼迫我们力战，其后果是全军覆灭。现在，你应该明白师座的安排了吧？师座，你带部队突围，保留抗战种子。我带我的一团跟他们日本人拼了！还面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要不把部队带走，我现在就毙了你！师座，义不在了，陕军49师就不复存在了。我把部队拉出去有什么用？文斌，你撤是奉命行事，而我撤是临阵脱逃。你我兄弟一场，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。你以为我会活着背负这种恶名吗？参谋长，到。你们两个都听清楚，你们是总攻失利后突围出去的。文斌，回去准备吧。是。师座，我考虑我还是应该和你一起去。告诉黄文斌，不管他采用什么手段，都要把柳芊芊带离战场。是。我的话说完了，我要走了。芊芊，你这样会受到组织严惩的。我根本没有打算看到今天的日落。你说的这些话没有任何意义。史芊芊，师座命你带上电台，战斗打响以后跟我一团行动。黄团长，师座也在一团吗？当然了，乃次恶战，师座不是跟着我们一团。是。快点。黄队长，请你把381团攻击的方位告诉我。凭什么呀？这里是师部电讯室，我有权知道这些。小白脸！3分钟之内，柳芊芊要是不出来，老子进来毙了。你马上去执行师座刚下达的一道命令，带几个伤兵，把那几个鬼子俘虏送回集团军司令部，要快。还不明白吗？如果组织调查，你就说是奉命脱离了我的监督，脱离了战场。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我刚才跟你说过的话。师座，特务连愿追随师座决死。愿追随师座决死。愿追随师座决死。
34个弟兄们都有了，稍息，立正，背诵诗作训练。干死为人，可恨；见证发生，罪加一等，必死。弟兄们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但绝不能做饿死鬼。今天是我们49师最后一顿战饭，酒足饭饱之后，你们就要随我去赴死。我萧绎愧对大家了。可弟兄们，我们是为了民族，为了国家而战，我们死得其所。作为一名军人，还有什么比为了国家战死疆场、拔戈国之更痛快的？战死不中反混农！战死不中反混农！战死不中！战死不中！战死不中！战死不鲁国发，要干什么？报告师座，我从鬼子的俘虏里边抓着一个当官的。天皇陛下，万岁！他说什么？报告师座，他在喊天皇万岁。听我姐夫训话。小鬼子，死到临头，还敢这么张狂！小鬼子，お前もうすぐ死ぬ。お状況が悪いぞ。将軍閣下、私は小鬼子ではない。大日本帝国陸軍士官高橋だ。勝敗は戦の常。お国と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せるなら、私は本望だ。他说他是一个日本军官，他叫高桥，他能为圣战而死，效忠天皇是他的荣幸。圣战？狗屁！将軍閣下、戦争が始まって数ヶ月で、あなた方は東北地方、そして河北地方の大部分を失った。首都南京までも我々に占領された。つまりお前ら政府と軍隊はもうすぐ戦力を失い、我々大日本帝国が必ず勝利する。他说，中国已经丢失了大半国土，还丢失了首都南京。不久的将来，日本人将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。残念だが私はそれを待たずに死ぬ。他说他很遗憾看不到这一天了。师座，少听他废话！砍下他的狗头，为死去的弟兄们祭旗！待ってくれ！你也害怕？やはり怖いのか。将軍閣下、それは違います。私に自決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。首を切らないでほしい。来世で人間として生まれ変わるためにも。他说他不是害怕，他可以剖腹而死，但是希望你不要砍下他的头颅，因为下辈子他还想投胎做人。鲁高发，到。
我们就放了他，把他带到战场上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看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是怎么把你们这些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的。走。倒酒。突破日军防线。你们要是发现我萧毅落后你们半步，谁都可以向我开枪。弟兄们，来世再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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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黄团长，为什么你的部队离战场越来越远？师座呢？我奉师座之命，强行带你离开战场。黄文斌，你这个骗子！拦上！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让柳小姐上马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要回去找师座！你们放开我！黄文斌，你骗子！团座，今日一战，我们同师座可能今生再也相见不了了。
わせるんだ。放て！喂，总座，19集团军刘总司令电话。好。萧绎无愧骁勇啊！总座，陆源战场有转机了。不，陆源会战，我们败了，但萧绎捣毁了中孙的炮兵连队，使中孙师团元气大伤。陆源会战虽败犹荣，也算是为整战区争回了一些脸面。总座的意思是要褒奖萧绎。萧绎生死未卜，萧绎若战死，那将是战区大数特殊的英雄楷模；萧绎若生还，那将是本战区耻辱的头兵。卑职明白总座的意思了。速查萧绎生死。すぐに投降するように伝えるんだ。勇敢的中国士兵，你们已经无路可退了，赶快向大日本皇帝投降吧！皇军非常欣赏你们的勇敢，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，大日本皇帝会好好对待你们的。队长，弟兄们，想当俘虏吗？不要！想当汉奸吗？不要！好，咱们一起上路！好，上路！
外校医。来人可是萧逸？萧逸，你被指控在同日军中村师团交战的最关键时刻，违背上峰电令，擅自率部队脱离战区，突围逃遁，严重影响战区聚歼中村师团的战局。对以上指控，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如果你不做辩解，法庭将依据本战区的战时条例对你进行宣判。等等，法官大人，是不是必须死在鬼子的炮火下，才不叫临阵脱逃啊？请法官大人回答我的问题。陆高发，你为责任人狡辩，那是要同罪同罚的。法官大人，师座当时身负重伤，昏迷不醒。这种滋味儿，你们大概谁都体会不到吧？我是师座的副官，把师座救出火箭理所应当，而你们却判他临阵脱逃罪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这样的判决，怎么面对全战区浴血奋战的中国士兵？陆高发，你身为败军，竟敢威胁法庭！法官大人，你罗凡，别跟他们废话。我是军人，必定是战败了，随他们便吧。师座，根据副官鲁高发的证词，法庭将继续调查。在调查期间，萧逸将被剥夺49师师长的军职在押。待查明真相后再行判决。战区，参座，49师是败军，我姐夫现在成了罪人，我们还有心情坐在这里讨论战区的命令？遗憾的是，我的一团没能攻击中村师团部，否则情况会大不一样。别做你娘千秋梦了，人家要的就是我姐夫出事儿。49师要不不复存在，要不得易主，我们连这篇文章都讨论不清楚吗？一个小小的特务连长哪那么多废话？49师要易主，也得问我们老陕答不答应。我告诉你，那也轮不到你。反了你了！好了，话题都扯到哪儿去了？今天是我们陆源会战后的第一次军官会议，师座缺席，由我主持。再有鼓噪者，军法从事。坐下。我同意山麻子的提议。把师座的事当做第一件事来讨论，大家都拿个主意。你光说狠话气话有个屁用！
我们现在应该尽快拿出个解救失作的方案。报告承诺，报务员柳千千有事求见。不见。参座。柳千千，你没看见这是军官会议吗？出去，出去！你们这些长官应该讨论一下失作的命运了。那也轮不到你。你和沈晨在电讯室鬼鬼祟祟对49师和师座都做了些什么？现在一个跑得没了影子，一个四处活动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我不能说，我只能说我在49师的任务已经解除。参座，各位长官，让陆源会战的内情真相大白，让萧逸得到解脱，是我和各位长官共同想做的一件事情。就凭这一点，你们就应该相信我。现在相不相信你啊，于事无补。有人是铁定了心要搞倒萧逸，搞垮49师。参座和各位长官同萧逸多年故交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吗？49师是败军，大家都束手无策。但陕军还有数万人战斗在中州战场。参座有没有想过，联络陕军部队所有团以上的军官，联名拒保萧逸，把官司打到蒋委员长那里？参座，如果你们真有这样的计划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还有一件事情要请参座帮忙。什么事？让你的士兵送我一程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衢城。那可是战时最高统帅部，你不可胡来。正因为是最高统帅所在地，我更要去。参座，你们按你们的计划走，我按我的计划走，说不定我的路比你们快。哎呀，戏剧性的是，我本想让萧逸这个皮球在陆源战场上出风头，可天意却让它变成了我除掉隐患的契机。精湛，我们不是不抗日，领袖也是如此。但是对于那些心存不轨的异党异气分子，我们还是要抑制或者诛除。中国这么大，泱泱4万万人，何愁没人抗日？所以，萧逸的案子要速决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毕竟，有些实情还是不要让外界知道的为好。现在这种事情，政府敏感，军队敏感，国人更是敏感。你好像听到了什么？大动静还没有，小动静倒是有啊。军密报，萧逸的残部中，有些军官们沸沸扬扬，对这一次战役提出了异议。更有甚者，昨夜里有个亡命之徒，居然把这封恐吓信钉在了我们集团军的大门上。哦。先生，看你一个人怪闷的，要不要我来陪陪你啊？先生，长得挺帅的嘛，大不了少算点钱喽。哎呦，滚蛋！我说了让你滚！你
你没死。我要死了，还有谁会知道陆源会战49师战败的真相？还有谁能为萧逸伸冤？回到站里，我好不容易才说清楚49师的事，说来也惭愧，犹如使命。你当然能说清楚了。你把秦站长的马屁拍得好吗？你看你，到现在说话还是那么刻薄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救过你的命，我想让你答应我3件事。第一，保证我在站里平安无事。没问题。第二，我想用你的电台给我父亲发个电报。发电报不只是为了报平安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老人家可是西北军中的元老级人物，萧逸的恩师。看了电文之后，你自然会知道。第三，办完这2件事之后，我想再借你的光见见秦站长。好啊，你想通过秦站长，在委员长面前替萧逸消灾免祸啊？对，因为我知道秦站长讨厌那个翁长官。如果我要是办不到，或者是不答应呢？话这么说吧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可以逍遥。但是现在我没死，我可以用各种办法让秦站长知道你在陆源会战的真实表现，让他知道你是如何辜负他的重托，从战场上逃走的。沈晨，中国有句老话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你是亲眼所见萧逸和49师的战士是如何同日寇拼力死战的，反之，又是如何被出卖的。而在我的印象中，你一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男人，一个热心抗日的血性汉子。如今国难当头，负国难的人却在蒙受冤屈，你的良心能平静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师座，师座，咱吉人自有天相，您一定会出去重掌军权，还领着咱49师打鬼子。高发，如果我出不去了，想办法回趟渭南老家。对你嫂子，不用多说，但要对一虎严加管教。等他长大了，如果鬼子还没有打尽，就继续打鬼子。如果太平了，就让他当个好农民吧。师座，您这是想到哪去了？我不想和他们废话，我全认了，保你出去。师座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绝不离开你半步。我鲁高发说到做到。起来！俺儿膝下有黄金，大老爷们儿，别动不动就跪下。总座，你召我。啊，萧逸的案子要重判啊？是，一定重判，快了。不，我说的是重判，不是重判。不能判有罪，反倒应该是有功。你看看这个吧。
这是委员长的亲笔。据委员长身边的人透露，有人把陆源会战的真相捅到了委员长那儿，委员长大发雷霆。哦，那我们承办那些临阵脱逃的将领，这不为错啊！哼，你呀，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韩东山临阵脱逃的罪是坐实了的，有目共睹。委员长动了杀心，如果再将萧毅这样能战之将定为逃兵，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。国民政府的脸面丢尽，战区内下一个该杀头谢国人的，恐怕就要轮到你我了。我知道了，总座的意思是，要把萧毅当伞撑起来，为我们挡雨。你这个比喻还算比较准确。现在风向变了，一帮西北军元老级的人物在委员长的面前为萧毅讨个说法。为了不把韩东山这样的泥沙吹到你我兄弟头上，像这个萧毅，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战区大数特数的英雄了。将士们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人不分老幼妇孺。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，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有力武器。这次抗战，我们顽强取得了陆源会战的胜利，但同时，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。我们许多优秀的将军和士兵，从此就长眠在了这块他们热爱的土地上。娘，在这里，我代表国民政府，代表中华民国最高军事委员会，向英雄们嘉奖：萧毅将军出来！将士们，这就是我们战区的萧毅将军，是他重创了日军中村师团，让战区的主力安然驰援了其中，打破了日军东部战场的战略目的。为此，战区特别嘉奖萧毅将军金条20根，大洋2万块。军政部奉委员长手谕，特别颁授萧毅将军青天白日大勋章1枚。陕军49师命名为128淞沪抗日荣誉师，萧毅将军晋升为淞沪师中将师长，并兼任大梁城警备司令，直属战区战斗序列。他奶奶的！先说在鲁南开会，那是俺老韩的地头，这心里边踏实。突然改到大梁来，虎县平川的就在大梁，在集团军司令长官会议上收拾他。董座，这家伙可是个土匪出身，一手的好枪法，身边的手枪队个个都是亡命之徒。据查，他对这次会议
已经心生警觉，居然把他那支视为镇军至宝的炮兵营，现在就陈兵大梁郊外，其目的不言而喻啊。的确，这是块烫手的山芋。可委员长电报县令3天，事情要出在我们战区，只有我们来办了。那咱们索性结果了他，这要比弄个活的往南去，要容易和保险得多啊。哼，这个人虽说是隶属于我们战区，但毕竟在历史上是有很大影响的。委员长要他活着去取城，是有更深层的用意啊。哎，总座，有了。我想这个事儿让萧毅去办。说说你的道理。其一，在泸源会战中，萧毅已经和韩东山结仇，他这个人报复心是最强的。其二，萧毅刚刚恢复大梁警备司令的职务，他这个皮球现在被您总座拍的正是劲头十足的时候，让他去办，顺理成章。这3嘛，也应该是最重要的。那就是这事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咱们战区可以从中调停，大不了为了维持局，就牺牲萧毅这员小小的警备司令。有千般情，侵蚀了咸水洪流，两茫茫。